这几天台湾新闻最热的话题就是裴洛西到底会不会来台湾？一下子说要来，一下子又说不要。现在是8月，这个要来不来的裴洛西是今年的第1号台风吗？确实以裴洛西造成的效应来说，威力可能就像台风，但事实上裴洛西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今天就让我们从裴洛西访台来聊聊美国对台政策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深蓝作为大辞海神秘名词大解析，献给有听没有懂你。今天的主题是美国一中政策，也可以说是美国对台政策。裴洛西访台的新闻呢，这几天在世界各地都有大篇幅的报道。事实上，早在今年的4月，裴洛西就宣布了这一趟访问亚洲的计划。不过中间因为他确诊，所以一直延到7月底才出发。而且虽然很多人都在猜啦，但最刚开始他所公布的行程并不包含台湾。那当然，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在中国不断的恐吓之下，相关新闻受到全球的热烈关注，有超过70万人同时在航班雷达网站上面追踪裴洛西的班机。而8月2日晚上10点43分，裴洛西顺利的抵达了台北松山机场，还穿着粉红色的洋装。然后田馥甄吃个意大利面就惨遭小粉红出征，微博热搜话题全部都是裴洛西，整个网站还一度因为流量爆炸暂停服务。究竟裴洛西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一趟访台为什么让中国气得跳脚？美国对台政策是真的要改变了吗？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的家里有养猫猫或狗狗吗？那以下这个由台湾犬猫公益协库推动协会所发起的公益募资专案，千万不要错过。长期以来，台湾猫狗的血液市场因为还没有公开透明的机制，所以宠物遇到重大伤病时，饲主呢常常会找不到血源，要花很多钱才能够帮毛小孩输血。过去还有报道发现，少数黑心的兽医院呢，甚至会超抽狗狗的血液，也没有人道的善待血犬。因此，协会的发起人台大生化所的于荣赤教授，希望能够推动猫狗输血的公益化、透明化，一步步的改善这些问题。而透过这次的募资呢，协会预计要建立一个公益血库实验室，人道的饲养血犬进行血液检验、保存血液，以透明的合理价格提供饲主以及猫狗血液。如果你也支持他们的理念，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一起为了猫狗权益动起来吧。这几年其实不断有美国议员拜访台湾，像是参议员达克沃斯，这2年呢都有拜访台湾。不过中国的反应都没有这一次这么激烈。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裴洛西是目前美国众议院的议长。美国的国会是2院制，一个参议院，一个众议院。参议院的议长呢由副总统担任，而众议院议长呢则是由400多位的众议员共同投票选出来的。概念上有点类似台湾的立法院院长。以总统继任的这个顺序来说，如果美国总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第1顺位的继承者是副总统，而第2顺位就是众议院议长。所以一般来说，众议院议长会被认为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第3号人物。而上次这么高阶的美国官员来台，已经是25年前的事情了。那当然，位高权重的裴洛西本身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今年82岁的裴洛西从1987年就开始担任众议员，而在这将近40年的从政生涯当中，他都非常的关注人权议题，对中国的各种议题立场也都相当强硬。1991年，裴洛西曾经访问中国，当时他还在天安门的广场拉出布条，上面写着"献给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而2018年，裴洛西为了替年轻的非法移民争取在美国的保障，连续在议会上面发言超过8个小时，过程完全没有中断。而在担任议长的几年期间呢，裴洛西也多次支持台湾，并对很多中国的人权、民主议题展现立场。而这一次来台的过程，裴洛西也不断的受到中国的各种威胁，但他不仅排除万难顺利的降落，也大声的在总统府立法院表达了这个美国2党对于台湾的支持，还说美国绝对不会背弃台湾。这连串的动作都让很多人认为这代表台美关系即将要升级了。但这是真的吗？要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看看过去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是什么。美国的一中政策其实从国共内战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简单来说呢，一中政策强调世界上面只有一个中国，只是一开始美国支持的一中是中华民国，那直到了1979年，美国改口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唯一的中国。不过现在美国的一中政策意涵又比原本的更丰富一些，除了强调只有一个中国，一中政策还代表了美国对于两岸关系的基本政策，包含了强调维持现状，两岸关系的未来由台湾跟中国一起决
决定，不允许单方面用非和平的方式处理，美国会提供台湾足以自保的武力等等。在一些讨论当中，常常有人会把美国的一中政策和中国的一中原则搞混，所以这边呢，我们要接着来看看左边邻居最喜欢的一中原则到底又是什么。中国的一中原则可以简化成3点：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三、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前2点跟美国的一中政策差不多但第3点，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实不包含在美国的一中政策里面。美国其实也知道中国的意思，但不会特别去反驳，只会说他们有认知到了中国关于台湾的看法。所以你会发现，当每次中国要求美国遵守一中原则，或是高分贝喊出严重违反一中原则的时候，美国大多都是回应说我们有符合一中政策。听起来有点鸡同鸭讲但这就是所谓的战略性模糊的政策的精髓，也是美国对台政策当中最核心的一部分。简单来说，美国的战略性模糊呢，就是故意把一些事情不讲清楚，因为不讲清楚对美国来说就是最有利、最有弹性的做法。许多的学者、专家或者政治评论者呢，就把这套方法称之为是战略性模糊。而在台海议题上面，美国会在3个面向落实他们的战略性模糊。第一是台湾的主权问题，中国常常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呢就刻意不回应，不说对也不说错。而第二是两岸关系如何发展，以美国的立场来看，中国和台湾最好自己和平处理。如果暂时没有方法呢，就先维持现状。美国不会主动插手说要怎么做，以免公亲变事主。而第3个是战争时，美国会不会出兵帮台湾？如果美国明确表态自己不会出兵，那中国可能就会得寸进尺。但如果说自己一定会出兵，又怕台湾过得太安逸只想要靠美国，所以你会看到美国以前都只说会提供台湾自保的武力，而这个战略性模糊的方针呢，不管美国谁执政，台湾谁执政，几10年来都差不多。不过从这次裴洛西引起的旋风以及各家讨论来看呢，美国这个外交方针可能已经逐渐改变了。首先，美国已经逐渐的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理所当然的全球霸主，在经济还有军事上，中国都是最强力的对手。如果中国并吞台湾，拿下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控制太平洋的军事咽喉，那对美国来说绝对非常的不利。再加上今年初爆发了乌俄战争，习近平也要往他的第3个任期前进。这几年他在香港、新疆、印太地区的动作都非常多，所以很多人开始担忧台海局势会不会也一触即发。那在这样子紧张的局势之下呢，美国总统拜登就曾经在公开的场合罕见的明确表态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就会在军事上面协助台湾。而这次裴洛西抵达台湾的时候呢，华盛顿邮报也同步公开了一篇裴洛西的投书，其中就提到他4月时前往基辅就是为了支持乌克兰民主，而这一次来台湾也是要实现对于台湾民主以及全世界民主的承诺跟支持。那当然，美国这一连串动作都已经触怒到中国的红线而中国的反应也越来越激烈。早在5月呢，拜登失言的时候，中国就警告美国不要站在14亿人的对立面。而在裴洛西要不要来的讨论当中，中国也多次的警告，如果裴洛西访问台湾，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刚刚我们说到25年前的1997，美国也有一位众议院的议长访问台湾，但不同的是，那一次的议长来访其实是中国认可的，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威胁。但这一次，中国不只用力的警告裴洛西，还威胁其他各国政要不能跟进。此外呢，他们也宣布8月4日中午12点到8月7日中午12点的这段期间，会在台湾周边的6个海域实施军事演习。从地图上面来看，这个演习的区域呢，比1996年海峡飞弹危机的时候更靠近台湾，不只侵犯到了我们的领海，跟台湾本岛最近的距离还不到20公里。此外呢，也因为这个区域是热门的航运路线所以除了军事威胁以外，在经济民生方面的警告意味也非常的强烈。而这个警告的对象呢，除了台湾以外，甚至可能还包含了日本跟韩国。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志祺七七，请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才能够固定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而在这边，我也要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在裴洛西到台湾的那天晚上呢，我们团队刚好有成员路过这个松山机场，然后意外的亲眼看到了迎接裴洛西登台的群众阵仗有多么的庞大。除了机场周边道路、饭店以外呢，在网络上面看直播的人数也非常
非常的多。一般来说，这种高阶的官员访问呢，都不会引起那么多民众的关注，毕竟那些高大上的外交谈话，感觉离我们民众都很遥远。但我们发现那天晚上呢，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心里都有一些强烈的声音啊，或者情绪想要表达出来。有些人可能是想要抗议，但更多的都是想要表达热烈的欢迎、感谢，以及各种对于台海局势、台湾地位的担忧。从这些激动的神情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人想要掌握自己未来命运的心声，以及想要被国际听见这些心声的渴望。而这样的心声也确实在中国的大动作反应之下，被很多国际媒体关注，登上了各大版面。过去中国正在崛起的时候，各国常常都会希望台湾乖乖的不要出来搞麻烦。但这几年中国越来越强之后，似乎也越来越不甩别人。只要有哪个国家或是哪个这个政要名人表达对台湾的善意，或是想要跟台湾当朋友，就会受到中国官方的强力威胁，被中国网友大举出征。那这一次从裴洛西所承受的压力以及整起事件刮起的这个旋风来看，这一次的访问以后或许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指标性的历史事件。那身为一个台湾人，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波关注当中，有越来越多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对于中国政府有更深认识，也能够看见台湾人所面临的困境。那当然，不管接下来时局会怎么样变化志祺七七也会在这边持续的关注跟持续的陪伴大家。好的，那最后呢，还是要来问大家，对于这次裴洛西的访问，你的看法是什么呢？承受这么多的威胁还敢来证明台美关系已经更上一层，比大官见面应该都是讲一些场面话而已啦，我觉得没什么影响。所以把中国惹成这样，如果最后开战了怎么办？不如不要来。提其他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改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这支影片谈台湾保证法和台湾关系法的介绍，也可以来看看共军如果打过来，我们该怎么办讨论。那么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